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定死的。是不是？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4月4号啊，也就是清明节的前一天，河南省郑州市的千禧广场，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啊，这里空空荡荡啊。那河边来回走动的这些人，都是一些便衣警察。大家可能一定还记得啊，5个月之前啊，在李克强总理去世的时候啊，郑州的千禧广场是河南这个地方的民众啊自发聚集在一起纪念李克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里边走。但是在今年的清明节的前一天，这里头啊再也看不到民众纪念李克强的场景了。那么这广场上这些来回走动的便衣警察啊，就是为了防止民众到这里聚集纪念李克强总理。话说今年的清明节的前夕啊，全国各地的许多单位都收到这样的一个通知啊，说今年的清明节啊要禁止悼念政治人物。哪个政治人物啊？那显而易见就是李克强啊。话说李克强去世的时候啊，没有公布他的安葬地点，因为李克强没有选择海葬，也没有选择把骨灰撒到大地上啊。那么呢，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在八宝山跟他告别仪式之后啊，李克强总理就被火化了。当火化之后，安葬在什么地方呢？一直没有公布。我猜呢，大概率啊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现在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呢，他们去世之后，一般来讲，他的安葬地点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地方，一个就是自己故乡，第二个呢就是在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李克强去世之后火化啊，既没有宣布安葬到安徽他的故乡，其实李克强呢在河南也包括辽宁啊，工作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也没有宣布到这个地方安葬，所以他呢极大的概率就是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而他的前任啊李鹏总理啊，最后呢实际上也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呢，直到现在，李克强的这个墓地啊也没有公布照片。那么，如果李克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啊，民众如果到现场去悼念他，那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他们那个区域平时是不对民众开放的。所以你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或者说今年的清明节，你要想悼念李克强的话，那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李克强在安徽合肥的故居，这也是今年啊防止民众聚集在一起啊悼念李克强的1级战备地区红星路80号。大家一定还记得5个月之前啊，安徽合肥的红星路80号啊，那是花海人潮啊。那些环卫工人呢，到晚上的时候就把花运走，但是到第2天的时候，这个花又会重新堆积起来，一直持续了7天，到李克强总理啊火化的那一天，这一切所有的花就全部被运走了，也就再也不允许民众在这里悼念了。所以今年的红星路80号呢，早早的就有警察在现场值班，这里可不是便衣警察，就是那些穿制服的警察，就是要告诉民众，你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不要到这里再悼念了，让你们悼念的日子就是当时李克强去世的时候那1个礼拜已经让你们悼念完了，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不要在这里找麻烦了。有一些胆大的人啊，在那个现场还拍照片，拍了照片之后立刻就让警察给抓到之后，要求他把这个照片给删掉才能离开现场。那么有些人呢还想到了能不能送一束鲜花通过美团外卖送到这个红星路80号呢？实际上有关部门早就想到了啊，你如果是在美团上下单，鲜花送到红星路80号，显示这个区域是没法送的，而且你下完单之后就有警察贴心的来找到你，问你干什么。可见啊，红星路80号这个地方
就是已经成为了1级战备地区。与此同时，李克强在安徽的老家、宿州的老家，也包括他曾经工作的河南和辽宁这些地方啊，也都是1级战备地区。郑州我们能看到了千禧广场全是警察，宿州的大桥上原先啊民众悼念李克强的地方啊。也都有警察3步一岗、5步一哨来看守。在辽宁啊，还有更离谱的，有些小学生啊，到了烈士陵园啊，去献了一些花，结果马上就被这个环卫工人呢，或者说是便衣警察，直接就给扔到垃圾桶里头去了。对呀、就摆上一会儿就给扔垃圾桶里了。你说这对？确实是，怎么这么冷酷呢？对，都是小孩们摆上去的，又敬礼又献花的。对呀、深深怀念嘛。不知道啊。当然了，我认为啊，这些小学生啊，也不是简单的就是给普通的烈士去献花，因为在中国啊，说句心里话，普通人给普通的烈士献花，并没有形成清明节的一个传统。那么这些小学生，其实多数的情况下，还是可能在大人的授意之下，通过这种方式是给李克强献花。有关部门看的也是清清楚楚，所以直接就给你扔到垃圾桶去了。不光是辽宁啊，在四川的成都，我们看到了有些人到烈士陵园那个地方去献花。他们真的好神了，我觉得今天真的太过分了。我觉得你们这也太过分了。我觉得你们这做得很过分，你们晓不晓得？啥子行为？你们这种不准纪念满是。有的人去给这个孙中山的雕像上放一束花，通通都被拿走了。说句心里话，就是为了防止民众聚集在一起悼念李克强。说起来有些荒谬啊，李克强呢是中共的一个国务院总理，是中共自己的人呐，但是在清明节的时候，李克强悼念活动不被允许，为什么？说起来啊，其实中共的所有领导人啊，他们死后啊，其实悼念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都不可以随便悼念，因为这些悼念本身呢，都是有政治含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年的清明节啊，毛新宇毛少将带着自己的老婆还有孩子到了韶山去悼念毛泽东。逝水不要挖井了，中国人讲慎终追远。希望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业有成，保佑我们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话说毛少将今年你看起来瘦多了，不但过去那么胖了啊，而且说话好像也变利索了啊。而且毛新宇的儿子毛东东啊也已经入伍了。我也成为了人民支队的一员，在这里，我一定会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好战士，英勇奋斗，坚强战斗。在学习训练中取得更优秀的成绩。党和人民召唤我，我义不容辞，我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人民，传承家风，继续前行。实际上，毛新宇带着一家人啊，在清明节的时候去韶山，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几乎每一年都去。网上有人就提这么一个疑问，说毛新宇在清明节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毛主席纪念堂去纪念呢？他为什么要去韶山呢？因为清明节悼念自己的亲人，一般来说中国人叫上坟嘛。那么毛泽东的遗体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啊，并不在韶山呢。韶山那个地方只是一个铜像啊。说句心里话，其实毛家怎么去悼念毛泽东，也不是毛家的后人可以说了算的。毛主席纪念堂啊，开放给毛家后人呢，
就是2个日子，一个日子呢是9月9号毛泽东的忌日，另外一个日子就是12月26号毛泽东的诞辰日。这个时候呢，毛家的后人聚集在毛主席纪念堂，可以悼念，可以献花。但是清明节大家可以看一下，毛家的后人从来没有到毛主席纪念堂去正式悼念过，更不用说搞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仪式了。因为悼念毛泽东其实也是属于官方垄断的这么一个行为。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纪念堂当时建在了天安门广场，那华国锋嘛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权力的遗坛呐，当时是就在天安门广场搞一个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刚建成没2年，华国锋他们就倒台了，邓小平就上台了。那邓小平对老毛，那说实在的，心里是恨得咬牙切齿啊，当年就是要想把江津判死刑的。所以你想，毛主席纪念堂他感兴趣吗？但是他出于政权合法性的因素，他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不会拆，就放到这儿了。但实际上邓小平，我印象中是从来没有去过毛主席纪念堂的。而且最后呢，毛主席纪念堂也慢慢的啊，在2楼的时候设了好几个什么革命伟人的这个业绩陈列室，什么周恩来啊、刘少奇啊、朱德啊，包括他邓小平死了之后也有一个啊，还有陈云啊，6个，慢慢也在稀释毛泽东在这里的那个分量啊。那么邓之后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每隔10年，也就是逢10的时候，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啊去纪念一下。每隔10年的12月26号，其他时间你可以看一下，毛主席纪念堂实际上相当冷清。今年的清明节啊，虽然说正常开放，但是你看没有任何官方的祭拜活动。所以说，关于毛泽东的纪念，那你觉得毛家人，你到韶山那个地方，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是在北京不行，在毛主席纪念堂不行。其实对那些其他的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啊。你比如胡耀邦，胡耀邦当年89年呢，因为他的去世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学运呢。所以胡耀邦去世之后的几年之内啊，当时对胡耀邦的纪念其实也相当敏感的。但是到了2012年左右的时候啊，胡耀邦的纪念就开放了，哎，这个民众到共青城那地方悼念胡耀邦，实际上就无所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些政治人物的去世之后的悼念都是非常敏感的，包括江泽民。江泽民去世之后，哎，我看了一下啊，那个就是在江泽民的故乡那个地方，其实民众要是悄悄咪咪的给他这种放一点花，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因为对死者的纪念，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对现实的执政者的某种角度的评价，所以这在中共的这个权力体系下，对死者的纪念都是需要从严把控的，都是不允许随随便便进行的。这是中共啊权力体系过程中间独有的一个现象。为什么这样？这就是要讲起来，就是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纪念的一个节日嘛。如果你要不控制的话，它极有可能形成一种情绪聚集，而这种情绪聚集呢，就有可能成为政治变动的这么一种力量。大家都知道，1976年4月5号，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这个天安门事件。这天安门事件呢，是因为那一年的1月15号，周恩来去世了。周恩来去世之后呢，也没有保留遗体，把遗体撒在了中国的大地上啊。那么在3月下旬的时候，就有很多北京市的市民自发的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献花圈，因为周恩来也没有墓地嘛，怎么办呢？要纪念周恩来，就到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天安门广场也没有什么像现在的这种管制啊、戒严呐、什么之类的，大家都可以随便去天安门广场，而且那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那地方，大家都可以随便上，现在已经不可以了。所以陆陆续续就有北京市的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那个地方去悼念周恩来，很多鲜花，很多花圈，民众就在那自发的写挽联、写诗词，贴在了天安门的纪念碑的基座上。从一开始纪念周恩来，到慢慢的这个情绪就开始扩散了，就变成了控诉四人帮，就变成了控诉文革。因为10年文革啊，确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他们可能对政治斗争啊、高层的这些人事斗争啊不是特别了解，但普通民众有一个朴素的认知，就是这样的日子不正常。所以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啊，开始控诉当时的这些当权者。
天安门事件之后流传了一首诗，这首诗是山西的一个机电工人写的，写得非常好。那首诗呢就写的玉杯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拒雄杰，扬眉剑出鞘。据说这首诗啊被江津看到之后勃然大怒，所以4月5号这一天，华国锋啊就指示北京市公安局直接开始清场。清场的过程中就把这些花圈呢、挽联全部运走了。紧接着进去就开始抓人打人。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新闻电影，就讲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之后，趁势就把邓小平搞掉了嘛。但是呢，事隔不久，大家都知道，那四人帮就倒台了。四人帮倒台之后呢，那邓小平重新出山，就对4·5天安门运动开始进行平反，说这是一场革命运动。但虽然说啊，把4·5天安门运动定义为一场革命运动，大家可以看一下后续的共产党定义的这些节日里啊，这4·5清明节革命运动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为什么？就是因为啊，就是聚集在一起啊，通过纪念周恩来啊，反对中国的统治啊，此风不可长。你今天可以纪念周恩来，你明天可以纪念胡耀邦，后天你可以纪念赵子阳，再后天你可以纪念李克强，你啥意思啊？你聚集在一起，中国人都讲到死者为大，你聚集在一起之后啊，所形成的一种情感动员力量，这个呢就会形成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力量。因为啊，人聚集在一起啊，一旦要是情感的力量被动员起来了，就会变得勇敢，从某种角度来讲就会变得无畏。那这是专制这个统治集团呢是最为害怕的。所以在清明节的时候不允许聚集，你就算当年定义你是4·5天安门的革命运动也不鼓励。那么今年你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防止大家聚集在一起来纪念李克强了。说到最后啊，我还想讲几点。首先呢，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这个专制的中共统治啊，他为什么怕民众在4·5的时候、清明节的时候纪念这个李克强呢？本质来讲还是怕嘛，怕民众聚集在一起吧，怕民众聚集在一起之后释放出来一种团结的力量嘛，释放出来一种他们可以大声呐喊的声音嘛。所以要把大家都分开，所以不让大家聚集。总理有爱，总理有爱，人民拥戴，人民拥戴。李克强总理一路走好，李克强总理一路走好。郑州人民缅怀您，郑州人民缅怀您。所以防止大家以纪念李克强的名义在4·5清明节的时候聚集在一起。中共比谁都知道，这些政治人物啊，他的死后仍然有情绪价值，有情绪的动员价值。但是这个情绪的动员价值啊，它有保鲜期。这个保鲜期啊，那大概就是那么10-20年。大家比如说，当时纪念周恩来，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众当时有那么高的那种情感能量，聚集在一起要纪念周恩来。但是现在呢？现在这清明节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愿意去纪念周恩来呢？包括胡耀邦。当时在89年的时候啊，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去悼念胡耀邦，但是现在呢，又有几个人想得起来去悼念胡耀邦呢？所以这些政治人物的死亡啊，他的情绪动员价值有保鲜期。李克强也是一样。李克强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啊，他跟周恩来是非常相似的。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的10年文革即将结束，黎明前的黑暗。那李克强去世呢，其实正好赶上中国啊这3年的疫情啊，这种不人道的风控体制啊，以及包括习近平啊现在主政啊各种政策的不满。
所以呢，如果你不控制，在4、5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很可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呢，就必须要把它控制起来，不能让大家聚集在一起来悼念李克强。但是由于它有保鲜期嘛，你过个10年8年以后再去纪念李克强，保证中共就不再管你了。包括像老毛，你现在你纪念老毛，你在韶山那个地方你纪念老毛，没人管你呀。所以这就是政治情绪动员价值的保鲜期，这一点中共比谁都清楚。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中共现在啊，对防止民众聚集在一起啊，应该说手法越来越娴熟了。你想当年啊4、5运动的时候啊，看到了民众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冲进去开始打砸，酿成了天安门事件，那冲突的烈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李克强去世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啊，聚集的那么多人，那么那个规格纪念李克强，我猜也是出乎当局的意料之外的。当时肯定是不希望如此，也不高兴于此，但是他的控制手段就柔性的多了。路口走这走，鲜花往里进，好吗？同志们，不要堵在这里啊！让一下，让一下，来，路口让一点，路口让开，来，让开到大街，不要在这地方。来，你送花可以，你白天送花，晚上我运走，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形成一种堆积效应，不至于让人感觉到非常触目。然后呢，你只要有字儿的，我就给你拿掉，因为要防止你有字儿，字儿就要进行什么？进行动员，就要表达，那不可以。花呢，花只是一种情绪，这可以。所以你看，控制的非常精巧啊。那到了这个清明节之前，体系内部开始发通知，告诉大家不要进行参与政治人物的悼念。说白了，这个通知本身呢，就是告诉你，你只要是体制内的人，你不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悼念活动。这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威慑啊。同时呢，提前就布好了警察在这种桥梁啊、悼念场所啊、千禧广场啊、红星路80号都安排着警察。你真有苗头想去悼念的，那你看到了吗？看到这个场景，你也不敢强行悼念吧？你强行悼念就收拾你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他们对这种控制人群聚集的这个经验，应该说越来越丰富了。中共也在进步啊，他们也在每天积累经验呢，而且这种经验看起来还是非常有效啊。我为什么说对中共这样的一个独裁体制你不能轻视，就在于他们在这种社会控制方面的这种与时俱进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当然，最后一点我还要说，虽然说中共现在采用这种方式啊，能够维持社会稳定，但是这种社会稳定啊，它是一种高压下的政治稳定，它跟那种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稳定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社会的稳定啊，来源于这个社会本身，而不是来源于某种强力的控制。但是中共社会的现在的社会稳定呢，是来源于一种强力的高压，来源于一种恐惧。你民众呢，你内心想要悼念李克强不可以，你内心想要政治表达不可以。那么大家都是出于对这种恐惧才没有聚集在一起，才没有进行政治表达嘛。所以维持了中共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呢，一方面它是成本极高。你想想，要动用多少人来维护这个稳定体系呢？要动用多少力量来进行这个社会控制呢？所谓维稳的经费每年一大笔，就是如此啊。第二呢，就是这种社会稳定啊，你说它可以维系也好，你说它不可维系也好，它总是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就是某一天会出现脆性瓦解。因为当这个力量一旦要是撤出的时候，民众的力量要重新聚集在一起，一旦要是无法控制的时候啊，就会冲破这个社会中间所有的过去维护它稳定的那种力量。那到那个时候啊，那它真的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破坏性的、颠覆性的力量。所谓这个社会中间的脆性瓦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构建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图景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如此。因为中共呢，它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稳定的。我相信啊，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呢，可能也没有想到50年、100年会怎么样，他想到的是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这个社会保持稳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国家呢，
我们这个社会呢，我们这个民族呢，有的时候想想起来，真的挺悲哀的。在一个清明节这样的一个节日里，连自由纪念他们中共自己领导人的权利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体系，由此可见啊，这个恐惧啊到什么程度，畏惧到什么程度。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就摆上一会儿就给扔垃圾桶里了，你说这？我觉得你们这也太过分了！我觉得你们这做得很过分，你们晓不晓得？人在干，天在看，已经呼风了。